单品咖啡豆比较美味。你不知道的是，其实混豆更好喝。单品豆泛指单一产地或者是单一品种的咖啡豆。单品豆的好处是，通常带有特定的风味特性，可以展现出特定产地加单一品种独特的风味特色，让人能够更容易预期分辨该款咖啡豆的风味。因此，单品豆以单一品种视之比较有意义。混豆则是由多个不同产地、不同品种，甚至不同烘焙程度的咖啡豆混合而成的产品。混豆常使用来平衡不同咖啡豆的风味特性，以创造出更丰富的口感和风味。根据调配者的喜好以及技术，来创造出不同风味层次。先说结论，虽然贤认为单品豆或混豆取决于个人偏好，就实物经验，混豆的风味还是比较容易胜出的。让我们借由以下影片加以剖析。成就健康美味咖啡豆的条件，就是优质生豆加新鲜烘焙。98%卖场里的咖啡豆都是使用劣质加过期的咖啡豆。Roma 精品咖啡采用的咖啡生豆，皆是领有专业执照的杯测师细心筛选出的精品等级咖啡豆，而且我们只透过网络贩售、接单才烘焙，让你喝得安心。我们的生豆采购管道特殊且多元，绝不是你同时间会在好几间咖啡店看到的相同品项。不想当 Me Too 吗？想品尝特殊风味咖啡豆吗？立即点击下方咖啡豆单连结，观看我们推荐的好豆。以下开始这段影片的重点内容。为了确保你喝的咖啡美味又新鲜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并确实采用单品豆 Single Origin。 好处 vs 坏处。单品豆好处有：品质控制。单品咖啡豆通常来自单一产地或特定种植区，或者单一咖啡豆品种，这使得生产者能够更好地控制品质，追求更高水准的豆子。品质保证。也有单品咖啡豆来自具有特定标签或认证的产地，例如有机、公平贸易或特定咖啡庄园等等。必要是单品豆，才能确保这些跟风味不相关的特殊要求。独特风味。有时咖啡庄园会因为个人偏好或市场需求而开发、种植出有独特风味的咖啡豆，如巴拿马 Geisha、牙买加蓝山 Typica、夏威夷 Kona Typica 等等。坏处。风味单调。既然讲求独特风味，代表着咖啡豆趋近于某些特性，例如偏酸、偏苦，或具有特殊花、果香等等，而这些风味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喜欢。供给问题。单品咖啡豆来自特定地区或产量较少的咖啡品种，遇上天灾、人祸影响，供给就会不稳定。即使没有特殊事件，也很容易因为每年的气候、土壤、雨量等环境因素影响产量、风味。混豆 blend 好处 vs 坏处。混豆好处是风味增加。混豆可以结合不同种类的咖啡豆，创造出独特的口味和风味。有些豆可能果酸明亮，有的可能甜味明显或有花、果香气。透过混合，可以创造出更丰富、复杂的口感和风味。咖啡因量。混豆可以透过控制不同种类咖啡豆的比例，来调节咖啡因含量多寡。例如，混合高低咖啡因含量的咖啡豆，可以调整咖啡因的整体含量。经济效益。混豆可以降低烘焙业者成本。低价咖啡豆通常风味单调、贫乏。借由混合不同特性的咖啡豆，可以截长补短，以最低的成本营造出高价豆才有的风味口感。坏处。品质不稳。咖啡豆是农产品，即使是种植在同一地区、同一品种的咖啡豆，都还是会因为年年不同的气候或土壤条件，造成不同的风味变化。若是有配豆师告诉你，他的某配方每年都来自同一庄园的同款咖啡豆，且能维持一样的风味，那肯定是骗人的。不然，就是骗多数消费者喝不出风味差异。来源不明。混合了多个来源、品种的咖啡豆，很难追溯咖啡豆来源与品质，辨位不易。单一产地或品种的咖啡豆，通常有其独特风味。混豆后，很难分辨出该产区或品种的特色。我们的建议，以多年来的咖啡品尝经验，其实没有所谓风味、口感丰富的单品豆，即使是非常知名、高价，如翡翠庄园竞标一级豆，通常这种等级的咖啡豆，适合浅焙以凸显其品种产地的优势，结果也只能说豆子很香，
果酸漂亮，也甜。然而整体的风味、口感，很容易就被随意混搭的咖啡豆超越。当然，我们随意混搭的咖啡豆，也都是好品质咖啡豆，而不像是以大量为主的咖啡商普遍所采用的商业豆组成。因此，有机会看到这篇文章的你，今天就抛弃单品豆较好的迷思吧，相信一定能为你带来更丰富的咖啡人生。接下来的内容将有助于厘清你对混豆的一些错误观念，以及告诉你具体搭配、冲煮混豆的实务经验。对于混豆的误解，误解一：为何多数咖啡业者都在推广单品豆？如上面陈述，混豆的坏处之一就是，同一支配方每年要维持同样风味是有困难的。这代表着，即使今年配出一支不错的混豆，明年要再配出同样风味混豆的可能性极低。以生意本位思考，当然没有业者愿意推广混豆，而是不断鼓吹、灌输单品豆才是好选择的观念给消费者。误解二：混豆一定是深烘焙。市面上多数混豆采深烘焙的原因，在于使用低价商业豆以降低成本，并抢占不讲究品质的市场大饼。而商业豆有明显的风味瑕疵，必须深焙以掩饰其缺点。因此，我们建议的混豆是以优质的单品豆为基础。也因为如此，深烘焙不是必要选项。浅焙的混豆相较于深焙的混豆，能品尝到更丰富的滋味。如何自己配豆？以下分享一些咖啡豆产区烘焙度基础的风味分享，作为配豆参考。你可以购买不同款单品豆，依照这个基础随意的比例，就可以搭配出不同风味。同一批单品豆库存，每天喝到不同风味咖啡，能为你的咖啡人生增添非常多的乐趣。害怕保存问题，参考我们 PO 在官网的咖啡豆保存方法，可以轻松解决。先说风味，喜爱花香，选择浅焙或中焙的水洗非洲豆；果香则是选择浅焙、中焙或中焙加日晒豆；烟熏木质或巧克力风味，选择中深焙或深焙咖啡豆；要厚实口感，选择美洲豆、亚洲豆，焙度愈深愈厚实；轻柔口感，选择非洲豆；果酸浅焙最明显，中焙次之；愈深焙度酸度愈不明显。如何冲煮混豆？混豆除了产区、咖啡豆品种不同外，也可能是混合不同烘焙程度的咖啡豆。若是搭配不同烘焙度咖啡豆，冲煮上建议以水温平均值进行冲煮，让较深焙咖啡豆不会萃取过度，较浅焙咖啡豆也不至于严重萃取不足。当然，建议还是搭配烘焙度相近的单品豆比较好。PS 各焙度适合的冲煮水温建议，每一位烘豆师对于烘焙度的定与定义皆有所不同。在此，以 Roma 提供的5种烘焙度为参考标准。以下水温单位皆为摄氏：浅焙91到93度，中焙89到90度，中焙加86到88度，中深焙84到85度，深焙83摄氏度。若是喜欢 Roma 精品咖啡干货满满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至亲好友，一同探索美味咖啡世界。